土耳其发起建立突厥国家联盟，如果他们想成为独立的一极，那么未来会在哪一边引发新的冲突？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到了今年11月的时候呢，新一届土耳其委员会峰会就要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办了。而土耳其官方已经宣布，这次峰会举办的时候，那个峰会叫改名叫做突厥国家联盟。而这个联盟创始会员国5个：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另外呢，还有一个土库曼斯坦是观察员国。其实呢，我们查一下也就知道了，全世界操这个突厥语的国家也就这6个了。之所以他们叫做突厥国家联盟，也就是因为他们说的都是突厥语。从各国势力来看，土耳其毫无疑问那是领头的，而且近些年来呢，土耳其也一直把自己说成是过去突厥的传人。虽然呢，前几个月经过基因测序，表示现在土耳其人跟过去在中国北方上草原那个突厥民族关系实在不是很多。反正呢，土耳其也不在乎这个，因为突厥严格起来也不是一个民族，是多民族、不同种族的人群在历史上混合而成，也是一群很多个部落的总称。现在你看，土耳其人、还有哈萨克斯坦人、还有吉尔吉斯坦人，人种都不一样，这边是白人，这边黄种人。但是呢，也不妨碍土耳其用突厥这2个字做大旗，把6个国家想拧成一股绳，口号是6个国家1个民族。由于历史和宗教原因呢，土耳其历史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那个阶段，就是曾经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欧洲很多电影里边，土耳其都是些凶残的侵略者形象，比如说什么勇敢的米哈伊啊，比如说这个绿宝石护身符啊，这些老电影，有时间呢，大伙还可以翻看一下，场景还真不错。直到了1683年911维也纳战役之后，土耳其才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呢，奥斯曼土耳其扩张的历史以及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土耳其埃尔多安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情绪，已经让这个周围很多国家对土耳其非常的不放心了。比如土耳其跟俄罗斯在历史上呢多次发生过战争，他们2个之间一直有矛盾，而现在呢变出一个突厥联盟，干脆到俄罗斯腹地来挖墙脚，那么俄罗斯对土耳其就不可能不提高警觉。至于说在美国眼里边呢，土耳其虽然是名义上的北约盟友，但是从2003年开始，土耳其的表现就非常不配合，没有帮助美国形成他所期望的土耳其伊拉克战略通道，这样呢就导致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一直没走顺。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还在美国、俄罗斯之间玩制衡，先是击落了俄罗斯的飞机，然后呢又跟俄罗斯搞亲密。而在叙利亚，亲土耳其的反政府武装居然还敢直接去打美军。而同时呢，土耳其一直抱怨美国在其境内包庇了他们那个政敌居伦，又觉得国内的政变是美国在幕后怂恿。再说北约，北约对这个成员国呢也是有戒心的，大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就你土耳其是伊斯兰教的，所以一方面北约需要土耳其强大的常备军力，另一方面呢也把土耳其当作北约中的另类，所以搞演习的时候呢也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蓝军，当作敌人来看待。至于说土耳其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熟悉新疆问题的朋友都不用我再多提醒了。现在呢，土耳其要把6国组成一个联盟，意思就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极，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这样呢，其他国家跟土耳其产生对立的时候，面对的可能还不是1个国家，而是6个。只不过呢，如果这个突厥联盟是为了发展6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可能还真不会引起多少非议。但问题是，土耳其的野心比较大，除了要建立这个突厥国家联盟，还想搞一个突厥国家的联军。这么干的话，就暴露了自己更大的野心。尽管这个联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明显不会太大，但是肯定会迎来周边国家的更大的戒心。几个相关的大国或者是集团应该会做出一个迅速的反应。所以说，以土耳其现在的国力，以它的能力，要想拉起这么一个联盟，我们只能认为它数不算大，但是太招风。好，关于土耳其要组建这个突厥联盟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